从杭州出发，花了5天时间，路过天津、北京、西安、兰州，我们终于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敦煌。我们到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我们到敦煌了。我发现敦煌跟我们想象当中还是挺不一样的。我们想象当中是那种西域的电影里面那种漫天风沙，然后很老旧、很古朴的感觉。但是敦煌其实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旅游城市了，整个城市的市政建设都非常不错。试一下。好了，不好了。展示一下。我的骆驼，哈哈哈，咯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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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要骑骆驼。想要彻底了解敦煌，那就有必要介绍一下敦煌的地理位置。在地图上看，甘肃省像一根狗骨头，而敦煌就在这根狗骨头的顶端。再往西边去一点，开车大概几个小时就能到新疆了。在古代的时候，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也是汉民族文化向西所能覆盖到的最远的地方。很多人小时候肯定背过诗句：西出阳关无故人，春风不度玉门关。阳关和玉门关就在敦煌。古代的中国人出了敦煌，出了玉门关或者阳关，就等于出了国。所以说敦煌呢，相当于中国西边的边境，而当时的中外交流就是从敦煌出去，去西亚，去中东。这条从长安经过敦煌往西一直走的路，就叫做丝绸之路。所以古代丝绸之路的兴衰就是敦煌的兴衰。当年中亚，比如今天的各个斯坦；西亚，比如古代的波斯，也就是今天的伊朗，就和中国在敦煌做生意。这些全是西亚。包括这文化和商品曾经在这里交流，所以敦煌在当时的历史地位其实有点像今天的上海加天津加宁波啊、广州、深圳。因为当时中国没有航行出海的技术嘛，所以整个中国跟西方的交流其实就是从敦煌这边的丝绸之路出去的。所以唐朝的时候，长安就是一个很国际化的城市，有很多外国人。这些外国人呢，就是通过丝绸之路经过敦煌过来的。正是因为敦煌在古代是文化和商品交汇的地方，所以今天的敦煌才能积累了这么多的文物古迹，而这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敦煌莫高窟。传说当年一个在丝绸之路上旅行的僧人，在敦煌的南边的一座山叫鸣沙山里行走，突然间金光闪耀，如现万佛，于是他就不走了，就地在这边的崖壁上开凿石窟，礼佛修禅。因为我们自己也去过鸣沙山，那边的沙漠的沙山一层一层的，大概日落的时候，日落的太阳正好透过沙山的顶部射过来，四面金光就直接向你涌来，非常壮观。重心放后面，重心放后面，跳起来。在这个僧人之后呢，就越来越多的人在这里开凿佛窟。这里头有当官的，也有老百姓，有官方修的，也有民间修的。为什么当时的官方和民间都要在这边修窟拜佛呢？因为当时的敦煌有很多背井离乡，在这讨生活、做生意的人。做生意呢，就难免要在西域的沙漠里行走，一路上艰难险阻，遇到天灾或者是盗贼，九死一生。而开凿佛窟呢，就相当于给自己积德行善，寻找佛祖的保佑和精神寄托。几百年间，因为丝绸之路的兴盛，在这儿修窟的人呢也越来越多。有钱的人修大窟，穷一点的人就修小窟。慢慢，这座山的崖壁就被各种各样大小不一的佛窟给占满了，于是就成为了今天的敦煌莫高窟。但是宋朝之后，丝绸之路逐渐没落，莫高窟也就随之没落了。到了元朝的时候，禁止开窟了；到了明朝，闭关锁国，敦煌就成了关外的边牧之地，莫高窟就被大家遗忘了。
到了清末民初的时候，一个当地的管事道士王元禄在敦煌莫高窟发现了一个秘密的洞，这个洞里头有无数古书和佛经，中国的、外国的、汉语的、外语的，什么吐蕃文、回鹘文、西夏文、突厥文、于田文、梵文、吐火罗文、希伯来文，各种你听过的没听过的文字都能在这边找得到。这就相当于突然在莫高窟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古代图书馆，当年丝绸之路上的那些还存在的或者已经消失了的国家的各种经书古籍都在这边能找到。于是呢，王道士就把这个消息报告了当时的清政府，清政府知道了但不重视，消息后来传到当时来中国考古的外国人耳朵里，外国人却视若珍宝，于是很多外国人过来用了各种办法巧取豪夺，骗走和买走了一大批珍贵的经书古籍，踏走了很多精美的敦煌壁画。这里面英国人拿走的最多，存放在今天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里。历史呢已经过去了，其实说这些不是为了让大家今天有仇必报，中国强大了就可以用武力去把这些东西夺回来。历史应当是一面镜子，可以投射出一个国家的兴衰和文明程度。历史也应该鞭策我们前进，让我们悔不当初，变得更加珍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一方面，中国很多的古文物散落在海外，确实不幸，我们应该努力把属于我们的财产带回来。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大多数也确实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里，供那些想要了解我们文化的外国人欣赏和瞻仰，成了传播中华文明的媒介。今天我在国外的博物馆里看到外国人对来自古代中国的文物啧啧称奇、赞叹不已的时候，我的心里会有一点遗憾，但我也会有一点骄傲。来，大家好，我是肖琪。大家好，我是小王。If you've had one of those topsy-turvy days